半个月前，我还是无父无母，跟着师父云游四海的女侠，没想到意外救下了当朝太后。夫人，大小姐回来了。她发现我的身上有一个和侯府老侯爷一样的莲花胎记。是他，是他，我的孩子，你终于回来了。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我娘。娘。这是你爹。爹，既回了江家，就收收你身上上不得台面的江湖气，一点规矩不懂，传出去都叫人笑话。道貌岸颜的讨厌老头。这是你大哥。大哥，这怎么认个妹妹，怎么看起来还不情不愿的？云舒姐姐，你受苦了。如果不是太后娘娘，不知云舒姐姐还要在外面流落多久。这位这是你的表妹星河，是你舅舅的女儿，自幼便养在我身边。云舒姐姐，虽然你回来了，但清月姐姐毕竟在侯府住了这么多年，姑父姑母对清月姐姐的感情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割舍的。可不可以请你不要赶走清月姐？挑拨离间的样子都快写在脸上，以为别人都是傻子吗？剩下这个我若是没猜错，应该就是江家的假千金，传说中京城的完美大小姐江清月。江清月，京城第一才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善良大度，每月都会开善堂给穷苦百姓治病。也正因此，侯府在京城的声望极高，擅长管家，极有商业头脑。侯府先前已经破败的铺子，他接手不过月余，就成了京城最繁华的铺子。可是京城的传言里也没说江清月长得有这么好看。不过，按照师兄们给我看的画本子，为了保住她江家嫡女的身份，她一定会给刚回来的我一个大大的下马威。恭喜云舒小姐回家，我已收拾行囊，今日便会离开侯府，绝不再让云舒小姐受半分委屈。等一下，这怎么和师兄讲的完全不一样啊？画本子里的假千金不都应该哭天抢地的表达自己的付出以及和父母的深厚感情？这假千金怎么不按套路出牌？等等，这个玉佩，3年前，你是不是去过城南的菩萨庙？恩人啊，我终于找到你了。还好伤得不重，止了血便没事了。小姐，万一这是歹人？无妨，总不能看他就这么死掉。原来当时是你，我终于找到你了，恩人。当年若不是你，我早就死在路边了。恩人，你要是不介意，往后我喊你一声姐姐怎么样？当然可以。既然恩人让我喊姐姐，那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哪有分开的道理？可是我，这是怎么回事？这两个人不仅没闹起来，还认了姐妹。我才刚回家，姐姐就要走，难道是因为讨厌我才不想和我待在一起吗？不是，我没有。那就说好了，姐姐留在侯府，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好。若是让他俩联手，这侯府今后怕是更加没有我的位置。不行，得想办法离间他们。三皇子到，参见三皇子殿下。三皇子大驾光临，臣有事远迎。都免礼。你就是江家的真千金江云舒？王爷消息属实是灵通，这就是小女云舒。云舒，快来面见殿下。见过三皇子殿下。长得虽然有几分模样，却浑身野气，毫无大家闺秀的规矩，站姿歪斜，言行粗鄙，这般上不得台面的东西，也配做本王的王妃？什么王妃？谁说要嫁给你了？云舒表姐有所不知，当年可是祖父和皇上定下江家嫡女与三皇子的婚约，如今清月表姐已经不是侯府嫡女了，这婚事自然还是你的。不过
三皇子和清月表姐相识多年，在京城可谓是一段佳话。你这突然插进来，怕是这说的什么话？摆明了要挑拨我和恩人的关系。当然介意。你从进门就开始想方设法的挑拨我和清月姐姐的关系，究竟是想要做什么？我没有，不是。姐姐，你喜欢他吗？喜欢他，他就还是你未婚夫，那个婚约你不用在意。放肆！殿下莫怪，小女说话不知深浅，还请殿下恕罪。哼，尊卑不分，本王的王妃怎么能是你这种没规矩野丫头？倒是清月，容貌才华尚且还能入眼，本王开恩容许她入府做个侧妃。臣替小女谢殿下恩典。不行，胡闹！这是你能插嘴的地方吗？婚姻大事，岂是你能治舌的？还不退下！侧妃，那不就是妾吗？我姐可是京城第一才女，凭什么给别人做妾？什么妾？那是侧妃，是皇家给的体面名分。你不懂就不要乱说。清月，殿下肯给你侧妃的地位，足以证明他对你的情谊深重，还不快谢恩？什么情深意重？姐，他因为你不是江家嫡女了，就让你做妾，根本不是真心喜欢你。你别信他们。从小到大，爹娘长辈都告诉我，嫁入皇家是天大福分。只有他说三皇子是真喜欢我，让我别信父母的话。清月如今身份尴尬，自知配不上王爷，强扭的瓜也不甜，还请王爷另寻良配。你在闹什么？快跟殿下认罪！殿下，清月是一时糊涂，莫要怪罪。女儿心意已决，不愿入府。留你做侧妃是给你的恩典，你不跪下谢恩，还敢拒绝本王？谢什么恩？让我姐做妾还要谢恩？你多大的脸？反了，反了！今天本王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没规矩的野丫头！云舒如今是侯府的嫡女，不是殿下口中的乡野丫头。云舒只是替我说出我的心意，是清月身份卑微，不敢高攀皇子府邸，还请殿下收回承诺。清月姐姐干嘛这么说？你是这个世上顶顶好的人，配谁都绰绰有余，是这个烂人配不上你。好，好，好，永宁侯府，本王记住，咱们走着瞧。王爷，王爷，那可是三皇子，你给我们侯府招了大灾了。怕什么？他三皇子就能无法无天了？强逼良家女子做妾，本就是他理亏。清月姐，你别怕，有我在，谁也别想欺负你。你懂什么？士族与皇家联姻，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如果没有三皇子这门亲事，咱们侯府的官运就彻底完了。这姻亲绝不能断。清月如今的身份，能给三皇子做侧妃，已是天大的福分。福分？这福气我送给你，你要不要？大哥，我如今不是江家女了，就算嫁给三皇子，怕是也无法给江家带来弊处。你怎么不是江家女了？江家毕竟养了你一场，自然要处处为江家谋划。况且能嫁给三皇子，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升官发财，凭的是本事。你这般不讲道理，卖媚求荣算什么本事？一个乡野丫头，懂什么朝堂大局？我不懂朝堂，也没有什么大局观。我只知道我姐不愿意嫁，那么想嫁你自己去嫁。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还好意思跟我动手？好，好，好，回家第一天便如此的胆大妄为，看来这侯府是容不下你了。云舒，你别跟你大哥置气，他也是一时着急，可你毕竟是江家养出来的，处处要为江家着想才是。叔望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以你如今的身份，三皇子还想让你做侧妃，足以见得他对你的情分。原来连爹娘也是这么想的。侯府养你这么多年，费心费力，就盼着你嫁个好人家，光耀门楣。三皇子是咱们精挑细选的良配。母亲，爹娘这也是为了你好，更是为了整个侯府好，莫要任性。什么叫为了他好？我看你们就是想要讨好三皇子罢了。放肆！我们是你的父母，回家之后对我们大呼小叫，哪有半分尊重？什么父母？你们又没养过我，凭什么要求我尊重你？真要论尊重，你们尊重过我姐姐的心意吗？她明明白白说了不愿意，怎么到你们嘴里就成了任性了？清月，你别听云舒胡说，爹娘真的是为……不用劝了，娘，我不嫁。我姐不愿意，谁也逼不了她。
你们再逼，我现在就进宫，把这事一五一十告诉太后娘娘。这个家里只有她，拼了命也要护着我。不嫁就不嫁，这事儿咱慢慢商量，不急着这一天。可是，闭嘴！他背后站的可是太后，那是你能得罪得起的吗？云舒，你舟车劳顿也辛苦了。孙嬷嬷，带小姐们回房休息。这个老东西又准备玩什么花招？来了个粗莽的，还带歪了个好的，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太后当真是给我侯府送来了个祖宗。可是三皇子指名点姓要的就是江清月，咱们花了10几年心血把她培养成京城第一才女，如今岂能说不嫁就不嫁？可不是嘛，好好的亲事全被江云舒那个野丫头搅黄了。他不愿意，这侯府里有他不愿意的份吗？爹的意思是，人是我侯府一口饭一件衣培养出来的，吃我的穿我的，自然就得为我侯府的前程卖命。可她现在身份尴尬，不是侯府嫡女，怎么嫁去三皇子府？简单，认她做侯府义女，自然能名正言顺地嫁去三皇子府。认义女，这能行吗？不行也得行。我们在她身上花了多少心思，好不容易把她捧为京城第一才女，如果不能用她联姻铺路，岂不是亏大了？爹说的对，这事儿就这么定了。3日后，咱们办一场认亲宴，把京城所有王公贵族都请来。办那么大干嘛？浪费！眼皮子这么浅。这宴会必须办，还要办得风风光光。我要让全京城都知道江家家庭和睦，姐妹情深。还是爹高明，到时候再把三皇子请来，您作为义父把江清月许给三皇子，也是顺理成章。没错，到时候由不得他不愿意。诸位，今日设宴是我侯府有2大喜事，一是我永宁侯府失散多年的嫡出真千金江云舒承蒙太后庇佑，今日终于归家，这属实是我江家的福分。江云舒，恭喜侯爷，恭喜侯府。二是清月在府中多年，乖巧懂事，我夫妇世伯待己清月。今日我正式认江清月为侯府义女，往后仍是我江府的姑娘。多谢父亲母亲厚爱。侯爷仁厚啊，亲生女儿巡回，非但不苛待养女，还正式认作义女，这般重情重义，京城少见。是啊是啊，都说侯府家风清正，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2位小姐站在一起，更是姐妹情深，叫人羡慕。老狐狸这一套下来，倒是赚足了名声。这些你收下，往后在府中缺什么只管说。这厚度给的真不少啊，看来是为了撑面子下了血本。爹，您方才说对清月姐姐一视同仁，都是侯府的女儿，对吧？自然是一视同仁。那太好了，我有的我姐也得有，一模一样的双份，少一件都不行。云舒，这是不是太破费了？母亲这话说的，您疼女儿总不能疼一半吧？我姐是义女，也是您女儿，待遇不一样，传出去，人家该说侯府偏心了。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库房再取一件来！我的银子，我的宝贝，全没了！凭什么？凭什么江清月没了侯府千金的身份，还能活得这般滋润？三皇子殿下到！你哪里都有他。臣恭迎三皇子殿下。来者不善，这混蛋肯定是来逼婚的。这混蛋竟然还敢来侯府，看我不把他打得连亲娘都认不出来！不可胡闹，今日满座都是王公贵族，动手会毁了你的名声，莫要让这个家伙连累你。注意表情。不动手也能骂得他找不着北。三皇子都来了，
江家好大的面子，多半是奔着江家义女来的。之前就听说三皇子属意江清月，你看江家这排场，又是认义女，又是办宴席，摆明了就是要把江清月嫁过去。今日江侯爷认了清月姑娘为义女，本王正好趁此机会想当面求亲，求侯爷将清月姑娘许给本王做侧妃。我就知道这家伙没死心，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姐呢。清月在府中20年，陈夫妇待她如亲女一般疼爱。殿下身份尊贵，又对清月一片真心，将她托付给殿下，臣也算彻底放心了。多谢殿下，清月，你还不快谢恩？你们这是串通好了欺负人！别怕，交给我。三皇子抬爱，清月心领了，只是这门亲事，清月恕难从命。江清月，你今日是要当众驳了殿下与侯府的脸面吗？父亲息怒，女儿并非违逆，而是心中早有决意。自古婚事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殿下肯要你，是你的天大福分，休得任性。不是清月任性，清月能得父亲母亲不弃，这般大恩，清月无以为报。愿在京城大寺供奉长明灯，吃斋念佛5年，为父母祈福安康，以报20年养育之恩。女儿心意已决，还请父亲母亲成全。是个孝顺的好孩子，这般知恩图报实在难得。侯爷当真是教女有方，能养出这般重情重义的姑娘。还望殿下不要怪罪。清月既已心意已决，本王自然不会强人所难。江清月，侯府，本王记住你们了。好一个江清月，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孝道赌得我无话可说。这笔账我记下了。好，你既有这份孝心，那为父便依你。姐，这个好好吃，你快尝尝。好。姐，怎么样？有没有被烫到？小姐饶命，奴婢不是故意的，饶命啊！无妨，起来吧，不怪你。父亲母亲，我先回厢房换身衣物，片刻便回。快去快回，莫要怠慢了宾客。是。这熏香味道不对劲。江清月啊，江清月，你真以为这侯府对你没有办法了吗？等你生米煮成熟饭，成了三皇子的人，就算你不愿意，也只能认下这门亲事。到时候你还得感激我们给你找了这么好的归宿。来人！哥哥，你还是和先前一样，觉得别人都比你蠢。姐，你怎么样？有没有被他伤到？云舒，你怎么会在这里？清月姐姐，你好厉害！他说着说着话，嘎嘣就晕过去了。你的药也太厉害了吧！从宴会我就看这群人不对劲儿，果然没憋好屁。姐，你往边上站，别站到晦气。来的时候我看了，后院可以埋，保证神不知鬼不觉。谢谢你。谢我干什么？在我这里，我姐做的都是对的。你杀人我就给你挖坑，你点火我就递柴火。那我们下半辈子可是要去蹲大牢了。妈也是和姐姐一起蹲大牢也是好的。呸！狗东西，净干一些龌龊的事情，死了不亏。死了岂不是太便宜他了？既然他们非要把人硬塞去联姻，那不如把大哥送去，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好主意，让他自己尝尝被人摆布的滋味。你们不打算先把他绑起来吗？再等会儿，他可就要醒了。谁？齐小将军，侯府为男宾准备的厢房在东院，将军莫不是吃多了酒，走错了路？是在下喝多了几杯，才误闯至此，绝非有意窥探，还请二位小姐莫怪。这人怎么长得这么眼熟？你是莫风？难不成你是暗云？哟呵，莫大侠当年不是吹嘘自己天下无敌吗？怎么现在说话还结巴了？你们认识？何止认识，
当年江南擂台赛，他过五关斩六将，傲气的不行，结果最后栽在我手里，被我打得连兵器都握不住，灰溜溜下场了呢。当年明明是我们赢了，说的倒是好听，是谁打了一半就从擂台上滚下去的？我那是最后发现你是个女子，吓得没站稳才下去。女子又如何？这擂台上可没有性别之分。你们那是胜之不武。是你胆子太小，没见识。你们别吵了。江湖规矩，擂台站着的才是赢家，怪不得当年被打趴下都不肯摘面罩呢，原来是怕自己大将军的身份被暴露出去，丢面子。我什么我怎么了？有本事我们再打一场。来啊！谁怕谁啊？谁怕谁是孙子？不好，那家伙要醒了！怎么的？想在我姐面前跟我抢功劳？齐小将军，这么多年过去，你武功还是这么差呀？反应慢的跟蜗牛似的。这要是在战场上，怕不是要被敌人追着打。时辰不早了，再耽误下去，风险太大了。云舒，能打过吗？当然，动手。对付他这三脚猫功夫，一只手就能赢。看我的吧，姐！别！我刚刚可是帮你们提醒江书望要醒了，你们不能这般恩将仇报啊！帮我们？就你那慢半拍的反应，等你动手，黄花菜都凉透了。我可以当同谋啊，不一定非遇是对手。你们想收拾江书望和三皇子，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强吧？殿下，江少爷说给您准备了一份惊喜，就在屋里，您赏脸去瞧瞧。不好，他们找过来了。你们要是实在不放心我知道清月小姐精通药理，不如给我一份毒药，我愿意把生命交付给江小姐，来换取一份信任。这小子为了保命，倒是挺豁得出去。到了，殿下就在里面。搞定。谁？可以啊，这次反应还挺快，算有点用。说了多少次，当时是意外。本将军的真实力还没展现10%呢，收拾个登徒子还不简单。倒是你，反应慢的差点就被发现了。还好意思说我？你下手但凡歪一点，这个老登就要见阎王爷了。到时候三皇子府上的人追查起来，咱们谁都跑不了。哼，慢拍的家伙，没脑子的东西！姐，你说我们俩谁更厉害？当然是云舒更厉害。你俩要是再吵一会儿，下再狠的手都要被闹醒了。所以我说就该下手狠点，要不醒了还得打第二轮。你小子就会顺杆爬是吧？跟你吵我都嫌掉价。姐，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我一想到他们捉了大哥的奸，我就激动。他们不会把事情闹大的，他们只是想强迫我嫁过去攀附权贵。若是这事儿传出去闹大了，侯府名声臭了，损失的可比一门婚事大多了。他们没胆子闹大，咱们有啊！这事儿还偏得闹大才行，总得让老头丢点脸。侯爷，夫人，不好了，走水了，走水了，西厢房那边走水了！什么？西厢房，三皇子还在里面？怎么办？要是三皇子在咱们侯府出了岔子，咱们全家都得陪葬。闭嘴！还愣着做什么？快去救火呀！人呢？这么长时间了，火还没灭下去。若是伤到了清月，我拿你们试问。这房门根本就打不开，我们也是没办法了。我锁的门，干得漂亮。这声音不对劲儿啊！难不成清月表姐竟然……你干坏事了。我给他们加了点东西，光躺着多无聊啊。半盏茶后他们就会醒，我的人已经去前院喊人了。都布置好了。后院我探好路了，不会被发现。走。玩得开心啊，亲爱的大哥。我从师兄药箱子里偷的，据说是给种马配种用的，劲儿大得很。
不知道给人用管不管用，正好让他们试试。爹娘，你们怎么都在这儿？西厅房这是怎么了？这么热闹。清月，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不应该在西厅房里换衣服吗？这西厅房太过偏僻，我想着回自己院子换衣服更方便，便没多做停留。烟这么大，万一里面真有人，岂不是要被烟呛死？还愣着干什么？快把门撞开，救人要紧！这齐远州如今可是圣上面前的红人，可不能轻易得罪啊！齐小将军说笑了，怎么能让您动手呢？侯爷不必客气，本将军向来喜欢乐于助人。动手！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男人的衣服？回侯爷夫人，方才的浓烟是这个烟雾弹造成的，并非真的走水。看来是虚惊一场，打扰诸位的雅兴了，还不快把这些东西收拾起来！侯爷，夫人，里面是……这是皇家暗卫特供的烟雾弹，寻常人根本得不到。没想到三皇子殿下竟有这般特殊癖好，在别人家里。美儿，轻点儿，真够劲儿的。这家伙口味还挺重。老爷，现在该怎么办？这般毛手毛脚的成什么样子？万一冻着三皇子怎么办？大胆狂徒！你竟敢对本殿下嘴眼下做这种苟且之事！江叔王，你好大的胆子！殿下，冤枉啊！不是我，是你刚才，明明是你先抱住我的。大哥还真的想攀高枝，想疯了，怎能给殿下下药，爬上殿下的床呢？专门让人喊我过来，居然是送这个大礼给我！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是他，是江清月，是他给我下了药。大哥，我一个尚在闺阁里的女子，怎么会懂这种肮脏的物件？你少狡辩了，就是你，该在这西厢房里，本来就是你，是你下药迷晕了我。大哥这话就有意思了，你怎么笃定就该是我姐在这厢房里？难不成这一切都是你早就安排好的，想趁认亲宴逼着我姐就范？我不是。若是大哥今日非要找个背黑锅的才能顺心，那我百口莫辩，只盼大哥别因此气伤了身子。方才在花园，侯爷还当着全京城王公贵族的面，说待清月小姐如亲女，一视同仁，转头就纵容大少爷栽赃陷害。看来永宁侯府的仁义忠厚，不过是嘴上说说的罢了。齐小将军说的在理，这侯府做派实在让人不背。亏得侯爷还办什么认亲宴博美名，原来都是假的。江大少爷也知道这龙阳之后是污点，光为了自己的名声着想，却丝毫没有考虑过清月小姐的闺名吗？亏得清月小姐性子温婉，换做旁人，怎能容她这般栽赃？永宁侯，你给本王解释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清月姐在侯府待了20年，朝夕相处的家人，说栽赃就栽赃，说让背锅就背锅，那我日后在侯府岂不是要受更多不公？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继续流落在外，起码还能落个自在。演戏呢，谁不会？看你这老狐狸怎么演！你们都胡说八道什么？是江清月给我下药，是他设计陷害我，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你们都被他骗了。你疯了！这可是你的亲儿子！逆子，你喝了几杯黄汤就胡言乱语，满口疯话。清月自幼乖顺懂事，你怎敢如此污蔑她？爹，你打我！你竟然为了一个外人打我！王爷恕罪，
都是犬子喝多了酒，神志不清，以下犯上，才闹出这等荒唐事，惊扰了王爷。臣给王爷赔罪了。永宁侯府好得很，本王今日算是见识到了你们的家风，这笔账，本王记下了。哦，看来他是下面那个，怪不得这么破防，谨言慎行，怎么能妄自议论他人？诸位，今日是侯府招待不周，大家多有担待。王爷留步，臣给您赔罪。老爷，江明远，你这是怎么了？太医，快去请太医！干得漂亮，那是当然。小姐，云舒小姐，新泡的，尝尝味道如何？查的怎么样了？回小姐，宴会上将茶水泼在您身上的那名侍女是夫人院里的人，方才已经被夫人连夜发卖出去了。倒是手脚快，这是怕被咱们揪出把柄，杀人灭口呢。今日宴会上，齐小将军那边他喝多了酒，是谁领着去的厢房？回小姐，奴婢仔细问过了，齐小将军的席块上自始至终都没有上酒。将军中途离席，只说在园子里走走，不让下人跟着伺候，就知道这家伙没安好心。姐，你这是愁什么？咱们不是为了他听话药吗？他既得听你的，你还担心他会乱说话？哪有什么听话药？平日里让你少看些话本子，偏不听，那不过是颗糖豆子，用来吓唬他，让他乖乖跟咱们合作的罢了。糖豆？那他要是反悔了怎么办？咱们这不是白忙活了？这齐宴粥倒是比我想的更有意思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罢了。给他的糖豆里我掺杂了些巴豆，也够他喝一壶的。你这家伙，老头子我今年马上60了，能不能慢些？将军，属下把孙太医请来了，快让他给您看看，这毒药可不是开玩笑的。无妨，这点小药性碍不着什么事。可是，将军，您这2个时辰都拉10次了，当真没事吗？又死不了人，况且有这毒药在，我就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找清月小姐。疯子，多谢夸奖。行了，不必多言，下去吧，盯着侯府那边的动静，有什么情况立刻来报。是，属下遵命。小姐，铺子那边的账册送来了，还是按照先前的70%收益送到侯府吗？直接存到我名下的钱庄就好。如今我不过是个挂名的义女，不必管侯府这笔烂账。是，小姐。什么铺子收入？这小姐自己的铺子，侯府的铺子大都入不敷出，老爷和大少爷的俸禄撑不起整个侯府的运转，这些年的开销大都是小姐自己的铺子弥补的。姐，你这么厉害！侯府就是个无底洞，填不满，更何况现在我还要养个妹妹，自然是要多赚些银钱，总不能让云舒跟着我受委屈。姐，我很好养活的，可不能让你为了养我太劳累，挣钱哪有轻松的？云舒小姐放心，咱们小姐可不愁银钱，这满京城的富贵人家能比小姐还有钱的，怕是只有国库了。什么？你既喊我一声姐姐，我自然该给你些见面礼。这京城处处都是花钱的地方，这些东西你拿着做零花，不够了来找我要。见面礼？姐，不行，这不行，太多了，我不能要这么多银票和地契。姐，你留着做生意，做生意不能没有本钱。拿着吧，这些都是我这些年自己挣的，与侯府无关。我之前还劝你留在侯府，倒像是让你在这吃苦受累。别这么想，若不是你劝我这些东西，迟早会被侯府以各种名义拿去填补亏空，或是用来给江疏望铺路。你反倒是帮我保住了他们，避免了被那些人败光的下场。这么说，我还立了大功？是立了大功，不过眼下还有一件事要处理。什么事？这侯府的管家权，你要让出侯府的管家权？我替他们管着家中大小琐事，填着府里的亏空，最后反倒落不到半分好。不如干脆把这烂摊子还给他们，往后乐得清闲，专心打理我自己的产业就好。清月姐姐，账房那边太过分了。我不过是想支些银子添置头庙，
他们竟然敢推脱不给，还说要问过你才行。这个月各院的月例俸禄，月初便已按规矩送到各位院里。账房从这个月起不再额外支取零散银子，这是府里新定的规矩。什么规矩？不过是些碎银，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吗？我可是侯府的表小姐，难不成连添置件衣裳的银子都要受限制？表妹这话就不对了，规矩就是规矩，哪能因为你是表小姐就例外？再说了，府里最近收支紧张，能省则省吗？你不过是个挂名的义女，凭什么还攥着管家权不放？这侯府的管家之职本就不该由你一个外人来当。管家钥匙如今还在我手里，府里的事自然还是我说了算。况且我已说过，侯府近期银钱紧张，实在拿不出额外的银子给你添置头面。你就是故意针对我！表妹若是不信，大可去账房查账，每一笔收支都有据可查。若是没有别的事，我还要和云舒对账，就不送表妹了。有什么好得意的？等着瞧，这侯府还不是你能一手遮天的地方！姐，你这招真高，账房一卡银子，他们肯定坐不住。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他们早已习惯了挥霍无度，如今没了额外银子可拿，用不了多久，定会哭着喊着把这管家权还给侯府，到时候这烫手山芋自然就送出去。姑母，清月姐姐太过分了！哎呦，我的宝，这是受什么委屈了？我昨个在街上看上一副翡翠镶金的头面，一看就特别衬您。今日去账房支银子，账房竟然说什么？说什么府里头如今收支紧张，清月小姐讲了一概不能额外支银子。我不过是想给姑母您买个头面，反了他了！咱们侯府还缺这点买头面的银子？你去跟江清月说，就说我让你去取的银子。我说了，可是清月姐姐说就算是姑父来了也不行，这银子就是不能拿。一个野丫头还想越到我头上去，真是不知好歹。姑母，她如今只是个义女，却还霸占着管家权不放，这要是传出去，姑母你在上京的名声怕是要受损啊。若是把管家权抢过来，往后府里的银子还不是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再也不用受江清月那丫头的限制了。星河，你说的对，她一个外人确实没资格再管侯府的家事。今日我就跟你姑父讲，把管家权要回来。江清月没了管家权，看你还能得意多久？胡闹！清月管家多年，府里井井有条。她如今虽是义女，但管家的本事摆在那里，岂是说换就能换的？你以为这侯府这些年日子过得舒心是靠谁？若不是清月打理那些铺子，为侯府置办了那么多产业，咱们能有如今的体面？什么靠他？那些铺子的管事儿都是咱们侯府的亲信，他不过是挂个名罢了。姑母说的对，清月姐姐不过是名声在外，那些商户们哪是看她的面子，分明是忌惮姑父和大哥在朝堂的地位，才肯给侯府种种便利。她不过是坐享其成罢了。就是，他躺着就能收钱，最后这些银子不还是落在咱们侯府手里？哼，她一个义女能有如今的待遇，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这管家权不能咱们主动去收，传出去像咱们卸磨杀驴，惹人非议。那怎么办？总不能让他一直攥着管家权不放吧？得让他主动交出来，只有他心甘情愿把管家钥匙交回府里，才算名正言顺，也不会落人口实。主动交出来，这还不简单？只要给他找点麻烦，让他坐不住管家的位置，自然就会主动放弃了。爹，你这铺子生意是真不错。不过话说回来，许星河那家伙闹得也不够大啊，这管家权还没要回去，反倒让你还得过来打理铺子，真是劳烦你了。这侯府的人向来爱面子，管家权他们指定不肯主动要回去，必定会想方设法让我被迫交出来，就是不知道他们会想出什么幺蛾子。把你们管事的叫出来，给我们一个交代！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想砸店不成？别冲动，看看他们想干什么。各位乡亲，这位就是我们铺子的主事人，有什么事儿你们跟他说。诸位有话好好讲，侯府定会给诸位一个交代。交代？我儿的命拿什么还？我儿就是在你们的染坊里出的事儿，你们竟然还敢继续开下去？好说法！什么？杀了他，给我儿偿命！姐，小心！光天化日，
持刀持棍大闹商铺，还敢伤人，是谁给你们的胆子？敢在京城地界如此放肆？怎么样？伤到没有？疼不疼啊，姐姐？我没事。将军明鉴，这铺子害了我儿性命，我们只是来讨个公道。这位乡亲，你说染房害了你的儿子，可有证据？这成衣铺与染房虽同属侯府产业，但各司其职。染坊的安全事宜向来严格，从未出过命案，莫不是有什么误会？我儿先前就在染房做工，前些日子染房进了批新染料，他接触后就浑身起红疹，痒得抓心挠肝，后来竟直接晕了过去。我找染房要说法，他们只当我是讹钱，我没办法，才带乡亲们来砸店讨公道。你儿子生病不去医馆，反倒是来铺子里闹事，这也太冲动了吧！乡亲，凡事须讲凭据，你若信得过我，把你儿子带上来，我瞧瞧。江小姐，求求你发发善心，救救我的儿啊！他真的快不行了。他昨儿下工回家就开始上吐下泻，晚上烧得直说胡话，找了好几个郎中都瞧不出个所以然，都说这症状蹊跷得很。我找了染房管事的，管事的说小满旷工要扣工钱，把家里的铁锅都搬走砸了。江小姐，我知道我们砸店不对，可我们真的没办法了。我们老赵家就这么一个孩子，求求您救救他吧。您先起来，至少得让我先看过才行。这不是染料中毒，是过敏。你儿子是不是接触新染料后还吃了什么东西？吃了巷口张记的螃蟹，他说嘴馋，偷偷买了2只。这就对了，新染料里有苏木成分，与螃蟹同食，极易引发过敏，并非染料本身有问题。给你儿子服下，半个时辰内红斑就会消退。小马，你醒了！爹娘，醒了就好，醒了就好。多谢江小姐，多谢江小姐救命之恩。江小姐大恩大德，我们夫妻2人无以为报。先前是我们糊涂，不分青红皂白就来砸您的铺子，您大人有大量，还帮我们救下儿子。快起来吧，救死扶伤本就是应当的。你们也是爱子心切，我明白。只是日后遇事莫要冲动。江小姐，是我们听信一面之词，办了糊涂事。您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们一般见识。知道错就好，这铺子砸得乱七八糟，损失可不小。我姐还没说话，轮得到你在这里指手画脚吗？先前是我们莽撞，错怪了您和染房，还望您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们这粗人计较。知错能改变好。江小姐，我们都是穷苦人，实在拿不出银子赔偿。您要是不嫌弃，我们愿意给您做工抵债，做牛做马都愿意。起来吧，你们也是爱子心切，情有可原。银子不用赔了，日后若是染房或成衣铺缺人手，你们愿意来，我便给你们算工钱，全当以工抵债了。多谢江小姐，多谢江小姐宽宏大量。你在想什么？姐，染坊小工1月的工钱能有多少？大小姐，您找我，掌柜的腿脚倒是麻利，
方才跑的也像这般快。二小姐您就别嘲笑我了，我这上年纪了，做事不过脑子，给二位小姐赔罪。我问你，这染房的小工每月的月钱是多少？回大小姐，染房的小工每月是2吊钱，1旬有1套衣服。知道了，退下吧。此次就扣你半月的银钱，以儆效尤。多谢大小姐，多谢大小姐。只是2吊钱吗？在想什么？怎么突然问这个？姐，我知道赵大虎说的那个张记醉蟹是出了名的好吃。你饿了？等下我请客就去吃醉蟹。饿你二大爷！说正事呢，别打岔。姐，他们家醉蟹特别出名，我记得上次师傅买过来着，1只就要2两银子。他一个小工怎么会有钱能买得起这醉蟹？见过大小姐。不必多礼，回去之后多休息，莫要再贪嘴了。多谢大小姐。小姐，我有话要说。我只是染房一个最下等的小工，劈柴挑水，粗活重活都干，染料这种精细活，从来轮不到我沾手。你起来说话，不必行此大礼。前天掌柜突然把我调去搬运染料桶，我一个小工哪有资格碰这些？我心里还犯嘀咕呢。那醉蟹呢？你一个月才2道钱，怎么买得起2两银子1只的醉蟹？不是我买的，是昨天收工前，掌柜亲自赏了我4只醉蟹，说我最近做工卖力，是侯府的奖赏。掌柜还特意叮嘱我，必须在染房里当场吃完，不许带走。我舍不得，就偷偷揣了2只回家，想给爹娘尝尝鲜。染坊那边今日也是格外的不讲理，我去给小满告假，反倒是说耽误了染坊做工要赔钱，派人去我家打砸一通，说是有不满就去找江小姐，都是江小姐安排的。什么狗东西，胆敢在外面败坏我姐的名声！现在想来，怕是有人在背后算计，我们一家子都被人当枪使了。姐，我就知道不对劲儿，这分明是一个圈套。特意调去管理染料，赏赐香客的醉蟹，再教唆家人来闹事，一环扣一环，步步都是冲着江小姐来的。我知道了，好一招借刀杀人，先用赵小满的命栽赃染旁，再闹到成衣铺毁我名声，最后逼我交出管家权。侯府这算盘打得真响。为了逼我把这管家权让出来，竟这般不把人命当命。江小姐，此事我可以派人去查染坊掌柜，定能查到幕后主使。你们起来吧，今日之事不怪你们，是有人刻意设计，拿你们当棋子。江小姐，我们糊涂，差点害了您。我们这就去揭穿染坊掌柜的阴谋。无碍，你们只管回去安心过日子，随后清河会去给你们安排新的差事，不必担心。今日之事，我自有分寸。多谢大小姐。姐，就这么放过他们？倒是高估了这群没脑子的，费尽心机的布下这个局来抢我手里的管家权，不顺着他们走，岂不是太不孝顺了？本就是要把这个烫手山芋丢出去，现在倒是给了我个好借口。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开口，我定会护你周全。轮不到你来抢功劳。姐，我们现在就回去找老头算账。先不着急。还不着急啊？去吃醉蟹，说好难得出一次门，总不能憋着气回去。况且现在需要着急的另有其人呢。江小姐当真是有大智慧之人。谢谢你夸奖我姐姐，为了奖赏你，今天你请客。姐快走，去晚了母蟹没了。喂，什么叫我请客？怎么就是我请客了？父亲为何发如此大的火？逆女，出了这么大的事，你竟然现在才回来！清月，你可知罪？女儿不知。不知？这染房是不是你让人关停的？染厂新染料有过敏风险，为保万无一失，暂令关停彻查，待排查清楚所有隐患，确认安全无误后再行开工。做生意讲究的是诚信，这不是父亲教我的道理。诚信？侯府的银子都要被你败光了，你跟我讲诚信？一个低贱小工过敏，你竟直接关停染房，
知道一天要损失多少银子吗？就是，那点小毛病随便给点药打发了便是。就是，那点小毛病随便给点药打发了便是。你倒好，直接关门彻查。咱们侯府上下几十口人，全指着这些铺子过日子，你是想活活饿死我们吗？小毛病，那孩子险些丢了性命，若是放任不管，日后再出人命，侯府失去的就不是银子，是名声，是体面。我不能将侯府的体面放任不理。清月姐姐，话不能这么说。你如今只是侯府义女，一个外人，有一点权都想死死握在手里，自然不会把侯府的死活放在心上。许星河，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姐为了侯府累死累活，填补了多少亏空，你们心里没数吗？现在出了事就往她身上推，要不要脸？云舒，这里轮不到你插嘴。江清月，我再问你一句，这染坊你开还是不开？隐患未除，绝不开工。你看看他这态度，眼里根本没有侯府，没有我们这些家人。既然你执意如此，不顾侯府死活，那这管家权也不用再留在你手上了。父亲、母亲，我一心为侯府名声着想，反倒成了我的不是。我本想着你这些年管家也算是兢兢业业，没想到野种终究是野种，教养了这么多年，依旧是上不得台面。你看清楚这家人的真面目后，听这些话反倒是不伤心了。凭什么教？明明是他们设计陷害姐，现在反倒倒打一耙。姑父说的对，清月姐姐，你如今只是个义女，实在难当管家重任。这次是砸铺子，下次指不定出什么更大的乱子。为了侯府着想，你还是把管家权交出来吧。你们讲不讲道理？我姐都把事情解决了，还收留了那些人做工，怎么反倒成了她的错？云舒，别吵。父亲、母亲，表妹说的对，这次铺子被砸，确实是我考虑不周，没能提前防范，不配再执掌管家权。哎，早该如此了。清月，你毕竟还年轻，这为人处事还有很多的不足，你就没事搁家绣绣花，看看书就挺好。清月姐姐能想通就好，这也是为了侯府好。既然你主动交权，此事便作罢，往后安分待在府中，少在外生事。女儿遵命。总算把这碍眼的江清月给扳倒了。往后我想买什么头面什么云锦，谁也管不着，再也不用看江清月的脸色过日子。姑母英明，往后这侯府的银子全由您说了算，想买多少就买多少。等会儿再说了算。娘，我和姐姐来给你送礼了。这个混世魔王怎么来了？你们来做什么？这是侯府近3年所有铺子、田庄、府中开销的全部账子。既然交还了管家权，这些物尽也要趁早交给母亲才是。小姐，全都在这里了。这么多，才8箱就嫌弃多了，这才是第一批，往前5年的还在整理，傍晚就能给您送来。姑母，不就是几本账本吗？先放着就是。咱们先核对一下库房的银子。哎呀，不用那么麻烦，我们都给娘带来了。3000两，喏，都在这里了。姑母，有钱了！姑母，这么大的侯府就只有3000两，你是不是偷偷贪污了？夫人，这说的是什么话？当年您把侯府交到大小姐手里的时候，账上可是只有500两，外面还有大少爷欠的400两的外债。这么多年，我为了侯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母亲竟然这般想我。以前甚至担心娘你管家辛苦，拿自己全部的私房钱补贴给府里，如今倒落得个贪污的名声，这可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娘，您要是不信，大可让账房先生来核对，每一笔进账出目都清清楚楚，绝无半分含糊。少在这里装模作样，你那些钱能顶什么用？那这么说，娘是不稀罕了？侯府可不缺你们这仨瓜俩枣。那太好了，清河，把大小姐贴补的银两拿回来。放肆，还敢跟我动手，小心我发卖了你！劳烦夫人操心了，奴婢是良籍，没有卖身契，是自愿跟着大小姐的，您发卖不了我。疯了，全都疯了！现在侯府可是我在管家，你们一个个都敢跟我对着干！江清月，你别以为交出管家权就完事儿了，这侯府还轮不到你撒野！不过区300两。还好意思说是专门贴补给侯府的，说出来都让人笑话。夫人，
这是给您的。什么？你是说整个侯府如今只有300两？娘这半个月添了4次首饰，爹这个月的请客5次，打点关系4次，大哥参加诗会3次，同门聚会4次，还有星河表姐首饰衣裳添置了6套，总计500两，还有人情往来。光是上个月就随出去8份帖子，每份礼银最低50两，这又是400两。这么大个侯府，处处道道都要花钱，姐姐就是赚有金山银山都顶不住。哎，别找我姐哭啊！现在侯府可是夫人管家，别认错了主子。夫人，不好了！江南绸缎供货商突然涨价，价钱翻了快1倍，还必须现银结款，不赊不欠。将军府的王夫人、丞相府的孙夫人，还有长公主，都订了咱庄子上的新式云锦，说是要赶在中秋前做几套新衣裳。若是交不出货，咱们这绸缎庄的招牌可就砸了。那还不抓紧时间去跟他们砍价，让他们按原价供货。我就不信离了他们，咱们还找不到别家绸缎商。小的试过了，可江南那边说今年蚕茧收成不好，所有绸缎都涨价了，不单是咱们一家，而且那些供货商说了，现在谁家给现银就先给谁发货。咱们要是再犹豫，怕是连涨价的货都抢不到了。那怎么办，姑母？将军府和丞相府的单子可不能黄啊！要是得罪了他们，咱们侯府在京里可就更难立足了。按老规矩，这些贵人的单子都是先付3成定金，如今上面突然抬价，咱们光是垫进去的本钱都收不回来啊！账上还差多少钱？账上如今有50两，还差100两。这些人可不能得罪。100两，这点银子也值得你哭天抢地的。可是姑母，少废话！若是怠慢了贵人，我拿你们试问。姑母，这100两花出去，账上就真没剩多少。下个月府里的月钱、下人们的工钱，还有各处铺面的周转，可怎么办啊？没事儿，等月末铺子的租金都收上来，账上就有钱了。行了，赶紧去吧，别在这儿杵着碍眼。多谢夫人，小的现在就去付款。不好了，大小姐，不好了！朝那边哭，这边没钱。夫人，染料供应商也涨了价，还断了1半的货，说再不给银子就彻底停工。夫人，食材那边也涨了价，后厨已经快断菜了，再不结钱，酒楼就要关门了。来啊姐，小厨房新研究出来的，5香口的，特别好吃，看热闹必备。馋嘴。夫人，这批布可是绣衣楼订的，若是供不上，以后的生意可就难做了。我记得这绣衣楼可是京城最大的成衣铺子，若是跟绣衣楼的生意断了，日后还会有哪家的成衣铺子会和染坊合作？夫人，我这个更紧急。催什么催？你又要干什么？赵御史府上在咱们酒楼订了10桌酒席，点名要咱楼里的清蒸行鱼，说是给老夫人贺寿用的。余杭的张老板说，现在行鱼正是稀缺的时候，要价翻了3倍，还得提前3天预定，现银结账，不然根本拿不到货。我听父亲提起过，这赵御史如今可是皇上跟前的红人，赵老夫人的寿宴若是办砸了，对父亲和大哥的仕途怕是……废物，连这点食材都备不齐，我要你们何用？可是夫人，如今账上没钱啊！没钱，又是没钱，要你们干什么吃的？夫人，我们也是没办法了。要多少钱？140两。这么多？楼里的小二厨子打杂的都要银钱，每日还得采买新鲜蔬菜肉类。这行鱼本就金贵，如今又是3倍价钱，10桌下来，光是鱼钱就得80两，再加上其他山珍海味，140两已经是往少了算了。我们要的少，70两，就要70两。染坊如今连70两都拿不出来吗？上一批布的钱还没收回来，绣衣楼那边压着账期呢，说是要等成衣卖出去才结，小的们实在是周转不开了呀！滚！都给我滚！拿着钱给我滚！胆敢有一件事搞砸了，都别想好过！多谢夫人，多谢夫人。你又来干什么？夫人，这个月下人的银钱还没发，还有每旬1套的衣服料子也该采买了，账房那边等着您批条子呢。库房里的炭火也快见底了，入秋后夜里凉，得提前备着。
还有东跨院的屋顶漏了好几处，一下雨就渗水。前些日子刚提过要找人修缮。姑母，夫人，来人，快喊大夫！不行，不能喊大夫，喊大夫要钱。滚！都给我滚！拿着钱给我滚！胆敢有一件事搞砸了，都别想好过！不行，不能喊大夫，喊大夫要钱。就这点动静，看你模仿3、4天了，还真是不嫌累。我听说后来娘把私房钱都掏空了，还卖了2套首饰，才给府上的账目填平。侯府这么大的摊子，他光盯着进项，没想过出家，日后还有他的苦吃呢。可不是嘛，反正我跟着姐姐，不愁没钱花。小姐，钱送来了，这个月的零花钱。又这么多，这也不是月底，哪来的钱啊？侯府的钱啊。侯府的？难不成这是江南的绸缎供货商？是小姐的人。染料供货商和余杭也都是小姐的产业。绣衣楼不会是小姐的产业？不，现在是云舒的产业。上次给你的那一叠房契地产就有绣衣坊。我成富商了！我们今天下馆子，我掏钱，我请客，是最贵的。没了侯府的杂事绊脚，小姐这生意倒是越做越大了。之前总要顾虑侯府的体面，许多生意上的事儿都束手束脚，如今将管家权交出去，倒落得个清净，正好能把心思都放在铺面上。这就说明姐姐天生就是做大事的料。小姐，先前合作的胡商还给小姐递消息，说是新到了一批稀罕物件，让小姐去赏赏眼，看什么能在京城卖得开。左右今日也没什么事，去告诉胡商带好东西，3个时辰后在茶楼见。是。姐，带上你一起。太好了，天天在府里待的我都要发霉了，终于能出门了。什么时候走？这么出门还是太显眼了，去换身衣服。姐，怎么样？够帅吧？很帅。这位姑娘，在下江某敢问芳龄几许？可愿与在下同游京城？胡闹！再不住手，今日便不去了。别啊，姐姐，我错了还不成？快走吧，快走吧。姐，你谈生意的时候也太帅了吧，压得胡商都不敢还价，只能乖乖点头。什么时候教教我？我现在大小也是个掌柜呢。小狗腿子，小姐经商多年，眼光准，出价稳，胡商们都知道，在小姐面前耍不了花招。姐，姐，那不是大哥吗？自从上次厢房之事闹开，他一直闭门不出，谁去说话都闹脾气。怎么突然出门了？他旁边那人是谁啊？能让江书旺那个趾高气扬的家伙这般作态，怕不是来头不小。这人看着倒是有点眼熟。清河，去查查是谁订的陆子豪包厢。是，那是户部侍郎，掌管国库钱粮调配。你从哪儿冒出来的？走路没声音的吗？我一出府就看见孙侍郎上了侯府马车，跟着过来，刚到就看见你们2位。齐将军怎么知道那人是户部侍郎？我与他在朝堂上有数面之缘，按道理，江书旺的职差与户部并无直接牵扯，两人竟约在茶楼密谈，不对劲。不对劲？那咱们更要听听他们在说什么。走，咱们扒门缝偷听去。江二小姐，这是京城最讲究隐私的茶楼，隔间全是石墙，扒人缝能听见什么？那英雄有何高见呢？不如上屋顶，掀开瓦片，既能看又能听。你是不是打仗打傻了？大白天上屋顶，路人一看就知道有鬼，还没听见话就先被抓了。在自己家的产业里，何必做偷偷摸摸的事？自己家的产业？姐，你到底还有多少产业是我不知道的？上次给你的房契地契里就有它，我如今只是代你管理罢了。我又多了一座茶楼。跟我来。
这茶楼竟然有这种地方！在京城，总得要弄些个打探消息的地界，保密，不然毒死你。嘘。爹也在，他们三个凑在一起干什么？说吧，什么事儿？不过是个四品小官，还在我这里拿上姿态了。孙侍郎，这次南方水患的赈灾银两，可就全仰仗您了。侯爷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那赈灾银是朝廷拨给灾民的救命钱，你们也敢动？大人放心，账目上我们都做得天衣无缝，上头查下来就说是灾民暴乱损坏银车，谁也查不到咱们头上。那些贱民命如草芥，一场天灾死了也就死了，活着也是浪费粮食。这赈灾银自然要留给咱们这些有用的人花。我还当永宁侯是个清正廉洁的，原来私底下竟是人面兽心。孙大人，有钱大家一起赚，侯府倒了，对您也没什么好处。这银子咱们3-7分，您7我3，如何？这话倒是实在，不过你们可得把手脚做干净，若是出了半点纰漏，我第一个把你们推出去顶罪。是，全听孙大人安排。他们怎么办？难不成我们就这般看着他们？这种公然贪墨赈灾银的事，绝不能就这么算了。此事牵扯朝中官员，贸然出手只会打草惊蛇。孙侍郎如今手握户部实权，我们手里现在只有听到的只言片语，怕是没办法直接扳倒他们，反而会打草惊蛇，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我即刻安排人去查清楚。还有账本，既然他们提到了假账本，定会有真账本在手里藏着。若是能找到扳倒他们，就容易多了。今日这善堂人怎么这么多？您的问题不大，只是普通的发热。我给您开几副药回去吃，莫要贪嘴吃凉，不出3日便可痊愈。多谢大夫，多谢大夫。你怎么摸到这里来了？我是来看病的，清月小姐，在下受伤了，麻烦你给看看。将军伤到哪里了？这儿，刚才巡查时被树枝划的，疼得厉害。齐彦周，你再晚来半个时辰，这伤口都要自己愈合结痂了，也敢叫受伤？坐下吧。包的差不多了，我就先走了，还有事儿呢。改日见。云舒，拦住他。还敢跑？姐，你说怎么处置？扒衣服。姐，真要扒呀？他一个大男人，这不太好吧？光天化日之下做这种事情，我可是良家妇男，传出去我还怎么做人啊？我没跟你闹，你的左肩比右臂伤得重多了，是你自己脱，还是我动手？伤得这么重，还怪能忍的。小伤，本将军都没放在心上。疼，这会儿倒是不嘴硬了。说吧，到底出了什么事？南边水灾过后，已经闹起了瘟疫，边境敌军也在蠢蠢欲发，暗中派了好几批人进京打探消息，京城恐怕有变动。你们要多注意安全，尽量少外出，可能马上要打仗了。
站在那儿做什么？有话就说。姐，我就是随便问问。你说现在朝廷招兵，是不是什么人都能去啊？你问这个做什么？没什么，就是最近老听说边境打仗，好奇问问罢了。适龄男子且身家清白者皆可报名。不过军营不比家里，每日操练辛苦，刀枪无眼，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报名的人怕是不多。你说要是自愿报名的话，会不会少些步骤？朝廷办事素来有章程，哪能因自愿便随意简化？你今日怎么奇奇怪怪的？我就是好奇，只是好奇，那还能因为什么？总不能是我想参军吧？这也不合规矩。哦，只是这样？不然还能哪样？姐你忙吧，我去小厨房看看桂花糕好了没有。大半夜的，守门的还挺尽心尽职，跑都不好跑。对不起了，姐姐，没能好好跟你告别。等我带着军功回来再请罪。回来再请罪是不是太晚了？姐，你怎么在这里？你只给我留一封信就要走？走什么走？我这就是看太阳啊，不，月亮太好了，出来走走。夜里风凉，消食。背着包袱，穿着短打，消到墙根来了。我看这里风水好，风景好，就喜欢这里。哦，那信上写的从军报国，恕难辞别，也是消食的一部分。姐，你都看见了。你就打算留这么一封信，偷偷去从军？这种告别方式，我可不接受。当年师傅教我功夫时说过，学武之人，先要护得住自己，更要护得住身边的人。绥安城要是破了，敌军不出3天就能打到京城，我想去挡着，让你安安稳稳待在京城里。况且今天在善堂，我看见好多流民，他们都没家了，我不想让更多人变成那样。那你打算怎么去？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今日我江云舒为什么不能男扮女装去从军？所以你不跟我明说，就是怕我拦着你？怎么会？我姐这么善解人意，肯定能理解我的家国大义。我确实善解人意。太好了，姐。所以我不举你去。清河，把他捆起来，看管住。是。姐，你关不住我的。云舒，我知道侯府的下人都不是你的对手，所以现在起，你走一步，我就划一刀。我看你是先出京城，还是先收到我葬礼的消息？姐，你不能这个样子，我不走了，姐，你把刀放下，把他带回房里。还是不愿吃饭吗？还是第一次见小姐跟云舒小姐吵这么狠的架，她以为我是拦着她的理想，困住她的自由。小姐明明是为了她好。从军可不是像话本子里说的那么简单，战场上刀剑无眼。她一个姑娘家，女扮男装混进军营，一旦暴露身份，还没上战场，就会死在自己人手里。云舒小姐功夫再好，也架不住军营里的规矩。再说，她有一身本事，去当一个大头兵，岂不是白白糟蹋了她的能耐？小姐的良苦用心，怕是云舒小姐根本不清楚。她现在只当我是拦路石，那小姐打算怎么办？我不能让她白白去送命。
小姐，齐小将军送来的东西。去吧，这封信送去将军府，给齐小将军。这是……若是此事能成，云舒从军的事情或许会有一点转机。瘟疫药方已经早就研究出来了，刚研制出来，我也让清河暗中找刘明试验过一批，药效确凿，有奇效。你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我，是想……我想托将军将这份药方递呈御前。另外，我要面圣。面圣？你可知面圣是何等大事？我知道，我要告御状，告的是永宁侯府。你就是江清月，一个侯府义女，竟敢直接求见朕。臣女斗胆，有要事启奏陛下。陛下，这是永宁侯江明远其子江疏望勾结户部侍郎，贪污南方水怀赈灾银两，克扣军粮的全部证据，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你要朕彻底查办永宁侯？臣女只求国法昭彰，不求其他。你胆子不小，只是永宁侯爵位是先皇亲封，不可轻易废除。可惜啊，如今侯府再无当年老侯爷的神勇与担当。陛下，谁说侯府无人？哦，你此话何意？侯府千金江云舒，自幼习武，心性纯良，有勇有谋，能力非凡。臣女恳请陛下破例一次，许她以女子之身继承永宁侯爵位。荒唐！自古至今哪有女子继承爵位的先例？规矩是人定下来的，陛下说的话就是规矩，只要陛下应允，此事未必荒唐。不过是个爵位，朕为何要冒被后世告病的风险，让一个女子继承爵位？陛下若不信臣女，臣女恳请陛下恩准，让江云舒光明正大上阵杀敌，不必女扮男装，不必藏头藏尾，他会凭自己的本事挣得属于他的荣耀，挣得配得上侯府的身份。臣女愿献上全部私产，白银3万两，粮草2000担，充作军资，只为换江云舒一个堂堂正正上战场的机会。你为了她，倒是连身家性命都豁出去了。她是我妹妹，我不拦她的理想，我只想护她活着。哼哼，倒是个有勇有谋的孩子。起来吧，赐座。多谢陛下。你比你那义兄更有老侯爷的风范。若是陛下见过云舒，定能看出老侯爷的风范。3句话不理你妹妹。你呈上来的药方，太医院已经研究了一遍了，药效确有独到之处。朕已命人加紧配置，分发至南方灾区。臣女叩谢陛下隆恩，此药方若能解南方百姓疫病之苦，便是臣女最大的心愿。只是陛下还未答复云溪之事。你这丫头倒是比朕还心急，女子继承爵位倒是从未有过先例。可是，但朕也并非食古不化之人。江云舒既有你所说的本事，又有这份报国之心，朕给他一个机会。多谢陛下。不过，女子上战场终究非同小可。军营里这群军痞子可不是那么好驯服的。云舒定不会辜负陛下的期望。不吃，出去。我也要出去吗？姐，不吃饭怎么跑？姐，我不准备跑了，你把刀放下，我求你了，我不跑了，我不去了，你别这样。
姐，这是什么？从军的凭证。你不是不答应我？这是真的，我可以去参军了。姐，你做了什么？为我做了什么？我不是不让你去，我是不希望你隐瞒身份去。只做一个小兵，怎么能展现出你的能力？姐姐会让你以你的身份，光明正大的上战场，为你自己挣得一份荣耀。我要让后世对这份功勋歌颂的时候，能回忆起的，也只会是你的名字。姐姐，大军3日后启程，今日你就给我去军营。若是不能让他们信服你，不用你上战场，我就打断你的腿。保证完成任务。这里面我装了些常用的金疮药和解毒散，还有几包预防食疫的香囊，你们贴身放着。战场上刀剑无眼，这金疮药止血快，记得每日更换。解毒散针对蛇虫鼠蚁和常见毒物，若遇不明毒物，先服此散延缓毒性发作。姐姐明明还年轻，怎么一股老妈子的味道？不想要我就收回来了。不行不行，给我就是我的，可不能要回去。保护好自己，活着回来。我会保护好他的。我保护你还差不多。你们都要活着回来。云将军、齐将军，该启程了。知道了。姐，等我回来。好。云舒小姐这么快收服这兵撇子了？云舒在这方面一向厉害，关在府里倒是屈才了。小姐，陛下下令捉拿老爷和大少爷，说是贪污赈灾款，要彻查。怕是……我知道，因果轮回，报应不爽，这是他们应得的。小姐，我们现在去哪里？去铺子里。我如今能做的只有赚钱，赚很多的钱，让云舒能心无旁骛的打仗。小姐，夫人又来了，在大门外哭，让您救救大少爷和老爷。救？我拿什么救？他们贪那么多钱的时候，可没想到我。3日后便要斩首，倒是想起我。下次再见到，让人扔出去便是。是。还是没有云舒的消息吗？没有收到前线来的信。罢了，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新一批的粮草送去了吗？送去了，小姐也别太担心。云舒小姐3月夺回4座城池的事情，满京城何人不知？以云舒小姐的身手，定然不会有事。我知道，只是快过年了，这屋里头成日里安安静静的，我不适应。看来姐姐是想我了。谁？当然是你可爱无敌的妹妹啊！战场上杀人不眨眼的云将军，竟然私下这般令人作呕。你就是嫉妒我有姐姐宠着。瘦了，也黑了。战场上风里来雨里去的，我这都算好的了，他都成煤炭了。哼，刚到家就要打架是吧？云舒没有给姐姐丢脸，姐，南蛮大军被我打得落花流水，全线击退，再也不敢越边境一步。得了吧你，明明是咱们齐心协力，你倒全往自己脸上贴金。怎么不服啊？最后那南蛮头领可是我亲手拿下的，要不是我，你能那么顺利带兵突袭？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将云舒胆识过人，武艺超群，亲率将士击退南蛮，保边境安宁，复黎民无殃，功不可没。特赐镇南将军之职，破例允其继承永宁侯爵位，赏黄金100两，锦缎1000匹，良田1000亩。钦此。臣江云舒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女江清月恭贺陛下圣明。清河，给孙公公上茶。慢着慢着，还有一道圣旨呢，是给江清月小姐的。给我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江清月聪慧过人，心怀家国，所献瘟疫药方，救万民于水火，捐赠私产，充盈国库，助朝廷纾困，其心可嘉。特封江清月为明惠郡主，赏翡翠如意1柄，运制匣佩1行，郡主府1座。钦此。臣女江清月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恭喜镇南将军，恭喜明惠郡主，咱家这一趟可是送来了双份喜报啊！清河，备茶备点心，好好招待公公。不必不必，咱家还要回宫复命，就不叨扰二位了。祝郡主将军往后万事顺累，福泽伸长。